这个伯爵上将毫不隐晦战役性前进的假想敌就是中国，适用的方向就是中国南海。伯爵说，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想去的地方，如果中国想把防线延伸到南海之外，美国军队已经在那里了，中国要扩张就会更加困难。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敏。这期话题我们来解读一下美军的战役性前进作战概念。4月5号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大卫·伯杰出席了海军联合会的年度海空会议。他表示即将发布的新版美国军事战略打算提出战役性前进的概念，而他的部队已经在实践这个理论了。美军的新概念是层出不穷，经常令人眼花缭乱。所以伯杰上将特别解释了一下所谓的战役性前进是动用海岸警卫队、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向前推进。伯杰强调说，这个前进不是攻击前进，而是一直向前推进。这就有点让人不知所谓了。对任何军事行动来说，推进不就打仗吗？不攻击怎么能前进呢？这个伯杰上将毫不隐晦战役性前进的假想敌就是中国，适用的方向就是中国南海。伯杰说，我们已经到了中国想去的地方，如果中国想把防线延伸到南海之外，美国军队已经在那里了，中国要扩张就会更加困难。在我看来美国人没有敌人，非要搞出个敌人来，发明这样那样的作战理论来准备同中国打仗，纯粹是吃饱了撑的。中国不要别人的一寸领土，别人也休想夺走中国的一寸领土。我们维护南海主权是在9段线范围之内进行的，9段线之外的不是我们的领土领海，中国没有兴趣。美军的战役性前进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上将的后续发言似乎解释了战役性前进的逻辑。他说，想想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对美国和世界有多么的重要，美国打破了俄罗斯的战略突然性，甚至打破了战役战术上的突然性。所以一支长期驻扎的美国舰队可能会让中国在对邻国采取行动的时候三思而后行。看来美国军方是被俄罗斯的主动出击震惊到了，他们担心中国也在周边地区搞类似的军事突击，让美国东西两线难以兼顾。所以美国打算在第一岛链区域搞前进部署的战略，把舰队和陆战队部署到更加靠近中国领海线的位置，免得被打个措手不及。美国海军不是早就部署到了亚洲了吗？在韩国、日本和琉球群岛，美军不是部署了规模很大的海空力量吗？再前进，你要前进到哪儿去？你是要前进到中国领海以内吗？在西太平洋，美军的主要据点是韩国基地群、日本基地群、冲绳基地群和关岛基地群。但是从冲绳到关岛距离遥远，有2200多公里，而从关岛向南一直到新加坡，美军都没有可以驻扎重兵的军事基地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的出现是2大战略事件决定的。首先是中美建交之前，美国按照中方的要求撤走了驻扎在台湾的全部的军事力量。其次是1992年，美军撤出菲律宾，放弃了搜比克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这是美军在海外规模最大的2个基地。虽然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部队互访的协议依然存在，依然有效，但毕竟美国已经没有重兵驻扎在南海方向了。就在同一场会议上，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塞缪尔·帕帕罗表示，战役性前进的意义包括拒止、保卫、支配3个方向。拒止第一岛链内的目标，保卫第一岛链沿线的盟友及伙伴。在第一岛链之外具有支配权。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要把解放军限制在第一岛链以西，保护第一岛链上的美国的盟友，掌握第一岛链以东的制海权、制空权。美军的作战概念设想得很好，很圆满，但是有2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第一，中国台湾是被美国列入第一岛链的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台湾算不算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当解放军渡海登岛收复台湾的时候，这是必然的，美军是否真的决心要出手保卫台湾？第二，要想拒止解放军穿越第一岛链，美军必须把如今驻扎在关岛的主力部队前移，重新部署到菲律宾或者是琉球群岛，放到解放军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射程内。美军真的有这个打算？至少在4月4号的会议上，美军的高官们回避了这些问题。
转而把重点放在了军费开支上。我相信呢，这两个问题是够美国的最高决策当局喝一壶的。美军可以出台一些花里胡哨的新概念、新理论，找国会要大笔的美元去胡花，反正纸币嘛，可以开动机器印就是了。但我怀疑的是，美国的美元和美军这两把大刀轮到中国头上的时候，还管不管用，还能威风多久？可以走着瞧，时间自然能够检验一切。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